嗨，你好，欢迎来到安亲子书房练习曲。很高兴又在我们正念教养1周1练习的单元里跟你见面了。我想先请你跟我一起回到一个我想你我可能都非常熟悉的场景，那种有时候真的会觉得有点辛苦的时刻，就是当孩子的感觉好像突然之间就轰的一声满出来了，可能是突如其来的大哭，或者是用尽全力的大吼，有时候甚至会出现摔东西的状况。而我们身为爸妈的我们，看着他，心里真的又无助又心疼，对吗？在继续往下说之前啊，我好想让你知道，在这样的时刻里，你真的不是一个人。而且呢，有一条很温柔的路，是我们可以陪着孩子一起走的。所以今天呢，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可以说是很温柔地改变了我们家的一个小方法。我们会一起来看看，这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会这么有效？还有最重要的，我会分享一些很具体的步骤，让你在今天晚上就能够马上开始试试看。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当孩子深陷在一个非常巨大的情绪里头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都像是隔了一层墙，怎么样都进不去他心里。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平常习惯用的方法，像是叫他冷静一点，好像都没用？其实啊，这个答案就藏在孩子的大脑里，特别是当他们感觉到压力的时候，大脑是怎么运作的？你看哦，我们的大脑可以简单分成2个部分。当孩子觉得很沮丧、很生气的时候，那个掌管所有感觉的情绪脑会完全地，可以说是绑架了那个负责逻辑解决问题的思考脑。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思考脑在那一瞬间就等于是暂时断线下班了。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重点哦，那就是你的孩子他并不是不愿意听你说话，而是他的大脑在那一刻从生理上来说是真的没有能力听进去。好，那既然道理说不通，我们该怎么办呢？与其我们想尽办法去压抑、去阻止那个情绪，或许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反过来，给这个情绪一个安全的空间，让它有机会可以好好的流动。这空间呢，就是我们今天想介绍的情绪接纳区。我要特别强调哦，这完全不是一个惩罚孩子，叫他去角落反省的地方，正好相反，它是一份礼物，一份关于安慰还有学习自我安顿的温柔礼物。那要怎么做呢？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关键哦，就是要让这个方法成功，它必须是一个全家人的练习，而且是由我们大人先开始。我们来看看具体上可以怎么做。为什么要由大人先开始呢？因为当我们自己先示范这个行为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用行动无声地告诉孩子一件事：嘿，亲爱的，为自己的情绪找一个可以安放的空间，这不是什么羞脸的事，这是每个人，包括爸爸妈妈都拥有的一份很正常、很健康的权利哦。然后呢，等孩子准备好了，你就可以邀请他一起来布置这个专属于他的特别角落，问问他，你想放一些什么东西，会让你在这里感觉到很舒服、很安心呢？这个过程很重要，因为这会让他对这个空间产生一种归属感跟拥有感。说到这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发生在我自己家里的真实故事。就是这个故事让我亲眼看见一个这么小的改变是怎么样温柔地转动了我们家的一切。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儿子因为拖延了该做的事情，拖到最后他才突然发现完全没有时间可以玩了。那一瞬间他又懊恼又生自己的气，然后可想而知他的情绪就轰爆炸了。如果是以前的我我大概会忍不住说，谁叫你刚刚要拖拖拉拉的，你知道的，那种带点责备的语气。可是这一次
我深呼吸了一下，然后我温柔地对他说：“看起来你的感觉装得好满好满哦，要不要去你的角落休息一下？”我给了他一个邀请，一个选择。他听了之后没有说话，就只是安静地走到他的那个角落，拿起纸笔开始画画。我就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他，我看到随着他的笔一笔一笔地画下去，他原本紧绷的肩膀、握紧的拳头都慢慢地放松了。真的就是在那一刻，我突然好明白，他当下需要的根本不是什么大道理或说教，他需要的就只是一个出口，一个可以让他好好消化自己满满感觉的出口。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很平静地对我说：“妈妈，我好一点了。我想下次我要早点写完，这样我的心情才不会这么乱。你听，这不就是最棒的结果吗？他不但靠自己平静下来了，甚至他还从这个经验里自己找到了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的方法。所以你看，这真的是一个你可以从一个非常小但却非常有力量的地方开始的练习。那这礼拜的温柔练习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3步骤，像是一个小小的仪式一样。今天晚上你就可以试着介绍给你的家人哦。首先，你自己先选一个角落，然后告诉孩子，这里是我觉得感觉需要休息的时候会来的地方哦。接着，下次当你觉得有点压力的时候，就真的走过去待一下，让孩子看见。最后，再温柔地问他，你要不要也找一个专属你的心情休息站呢？最后，我想再次温柔地提醒你，也提醒我自己，我们的角色从来都不是去修理我们的孩子哦，我们的角色是提供一个充满爱的空间，还有稳定的支持，然后静静地陪伴他们长出自己内在那份安顿情绪的力量。如果今天的分享与练习让你觉得心里被陪伴到了，那么也诚挚地邀请你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继续一起学习，把那些看似棘手的情绪都转化成陪伴孩子成长的最珍贵的礼物。